中国神话人物的特点是多且杂，通过查阅资料不难发现，我国的神仙体系不仅组织机构庞大，而且人员构成杂乱，乱就乱在多部著作叙述不一，比如《列仙传》跟历代神仙通鉴中的神仙名讳及职务就有许多不同。我们熟知的《西游记》跟《封神榜》中的个别神仙及来历也大相径庭，但是在这种相对混乱的体系之中，却还是有一条被较多人公认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上，著作表述的不同，往往只涉及神仙具体生平，亦或是其弟子有哪些罢了。因此我们可以避开细枝末节，来把这条中国神仙体系主干捋清楚。要弄清神仙体系，就要做到以下3点。首先，表述要通俗，能用俗称的，不用全称。比如王母娘娘，全称上圣白玉龟台九灵太真无极圣母，瑶池大圣西王金母无上清灵元君，统御群仙大天尊，但我们就称呼为王母娘娘。第二点，要做到公认性，公认不代表每个人都认可。由于我们的神仙体系中包含了太多古代文化元素，因此这种糅合中难免有多种说法，而我们只讲被认可较多、流传度最广的体系主干。最后一点，要做到结合名著，因为具象很重要。比如名著、电视剧、电影中提到过的神仙，就更容易理解了神仙体系形成的脉络。中国神话故事根据流传的脉络，大致可以分为3段，即先秦神话、其后神话及明清神话，而三者又根据时间顺序，对前者有继承关系。先秦神话构成了整个中国神话体系的金字塔，荆棘最上层的灵祖君、皇帝等均已出现，后世新增的神话人物多流传为这些始祖的后代或徒弟。秦之源的神话体系中，基本把所有天官系统搭建完毕，这是一套类似于封建世俗管理体制的神仙班子。而明清神话由于封建集权制度到达顶峰，已经无法或者很难再对上层神仙做新的故事开发，只能从小处着眼。于是妖魔鬼怪的故事开始大量开发出来。新奇神话由于处在文明的初级阶段，人类是怎么来的，世界是怎样形成的，那些奇怪的自然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解释，都落到了那个时代生活的人的头上。因此当时创造出来的神话人物多为开天辟地型的始祖人物，解决的是人类的终极问题。到了两汉及后来的葛朝，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早已有之却不成体系的本土道教也开始着手完善自己的信仰体系。而自己以后的民间神话就是将佛道糅合在一起，上层加上那些创世神，下层加上神鬼妖狐之类的做反派，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神话体系。而这套体系也为诸如《西游记》之类的神话著作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我们具体说一下这套体系中的诸神。在《西游记》中，我们往往感觉玉皇大帝就是天上最大的官，如来佛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至高存在，观音菩萨总是涉及具体事务，太上老君很像是玉帝的宰相。这些感觉也对也不对。比如玉帝，他确实是天上最大的官，但不是仙界最大的神。接下来我们就用最直观的叙述方式，自上而下的聊一下各位神仙的地位及互相之间的关系。话说诸神体系中唯一至高无上，没有与之并列的第一神是创世元灵。宇宙诞生之初，就随之有一个先天混元元灵，且无意中得到了造化神器。经过不知几世修行后，道法修成，创始元灵具备无上的灵力，专修清灵空明4门玄器。这一位所有混沌的发端，并没有什么奇人异事流传。坊间创始元灵一共有4个徒弟，分别是红军老祖、混坤老祖、女娲和陆压。这4位分别从师傅那里学习，修不同的玄器。里面我们最熟悉的是女娲，她主要修行的是玄空技，主要功绩是创造了人类。而陆压主修的专业是玄冥器，是4位中故事最少的，因为他一直隐居于北海。我们需要着重介绍的是大师兄红军老祖和二师弟混坤老祖。话说红军老祖主修的是玄清器，门下有3个徒弟和1个书童，3位徒弟并称三清。大徒弟道德天尊，2徒弟元始天尊，3徒弟灵宝天尊。
三位分别创立了3个教派，而那一个书童就是玉皇大帝。红军老祖派系道德天尊就是太上老君，他创立的是人教，主要功绩有2个，一是在封神榜中战胜扶持人间商朝的截教，另一个便是辅助玉皇大帝处理紧急事务。太上老君又称太上道祖，曾托老子肉身下凡布道，是道教的最高领袖，但他徒弟最少只有2个，一是玄斗大法师，另一个是渡厄真人。渡厄真人是哪吒父亲托塔李天王的师傅，元始天尊创立的是阐教，主要功绩是托盘古身躯，开天辟地。元始天尊徒弟无数，阐教在3教中势力最强，其中修行最好的12个徒弟，并称12金仙，他们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巨留尊佛、玉鼎真人、太乙真人、黄龙真人、灵宝大法师、道恒天尊、清虚道德真君、赤精子和广成子。而且元始天尊还有个女儿，就是我们熟知的王母娘娘。灵宝天尊就是通天教主，他创立的是截教，是红军老祖最为宠爱的徒弟。红军曾将诛仙剑等几乎所有宝物以及法阵都传给了通天教主，使得他有重开天地的本领。截教与元始天尊的阐教是宿敌，而太上老君又站在元始天尊一边，因此通天教主曾与2位师兄大战过，由于其中一个弟子的背叛而没有打赢，恼羞成怒的通天教主打算重开天地，结果被师父阻挡并关了禁闭。截教门下弟子也非常多，包括雷公电母、24星宿等等。再来看红军门下这位书童，除了创世的那几位师徒外，神仙序列里亦为3大教的存在，以及后面我们要聊到的红军师弟。混坤老祖门下的众弟子，神仙总数庞大，需要一个管理下级神仙和下层世俗世界的管理机构。像这种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机构，专心修炼的老祖们是不会有心去担当的。于是红军老祖就派书童去负责，他就是玉皇大帝。有些人一看到昊天上帝这4个字，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往往错误地将这个名称用在至高无上的创始元灵身上。其实昊天上帝只是玉皇大帝的另一个称谓罢了。关于创始元灵大徒弟红军老祖一系的基本情况就是如此。当然3教中的弟子们还有弟子，比如文殊的弟子有金吒，普贤的弟子有木吒，太乙真人的弟子有哪吒，玉鼎真人的弟子有二郎神巨留孙，佛的弟子有土行孙等等。混坤老祖派系，接下来我们来看创始元灵的2徒弟混坤老祖一系的情况。混坤老祖就2个徒弟，但地位在诸神中都非常高，因为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个祖字，一个是如来佛祖，一个是菩提老祖。如来不必说，其门下多为弟子而非徒弟，而菩提老祖就是孙悟空的师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孙悟空从山里找个神仙老头学的神通就足以战胜天庭的原因了，而只有如来能降服他，因为如来佛祖正是孙悟空的师大爷。菩提老祖在《西游记》中只开头出现了几次，存在感并不强，但是其实菩提老祖是所有诸神中唯一的全能王，他代表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大融会。大贯通菩提给徒弟们开讲的时候，往往是说一会道，讲一会禅，3家配合本如然，也就是说菩提是为儒释道3家合一的真正高人，这一体系的发端和主干。其实我们的祖先想象出如此丰富的神仙体系，所有神仙都是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生命体，并且想象出神仙7大十圣、十德等神仙专用道德准则去规范诸神世纪的发展方向，都是寄托了人们对于解决世间难题的美好愿望的。无论是有病不能医，有劫不能渡，有自然现象不能解，都会诱发人们的思维转向，寻求虚空的帮助。而这也恰恰是古人在面对困难时缓解焦虑的主要途径，以及对于他们无法把控事物的终极解释。以上就是神仙体系的介绍。你对神仙体系还有补充的内容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